小孩子的时候，家境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富有啊，然后条件也不好，就回来试看在这边种菜。我们在经营这个树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自己觉得滋养我们的东西跟大家分享。这样菜它是不是很多挑战呢？不是，因为你的地方好，你有好的水源，你好的天气，基本上它就是懒人的菜。你改变环境，环境可以改变食物，食物可以改变人类。马来西亚的高原由于温度凉爽、气候适宜，是蔬菜生产的主要基地。除了位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金马伦高原，还有离金马伦不到40公里的罗金高原，每天为新加坡供应新鲜的蔬菜。罗金高原位于吉兰丹州，是继金马伦之后的第2个种植蔬菜的基地。近年，随着对农地的需求增加，许多菜农也往这里开拓。谢刚杰是其中之一。金马伦是彭亨州，然后彭亨州土地有限。今天你potong berapa？ siapa tahu cakap？ 然后我们就要去罗金里面帮州政府租地了，也是租了过后，刚好地主要卖，我们就跟他买了。罗金高原的空间比较大，因为还没有人去发展，所以那里的土地也比较便宜啊。扩大了多少啊？从一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增长10多20亩了。刚杰在金马伦和罗金高原经营着200多亩的农场，生产40多种类的蔬菜。他每天清晨5、6点起床后，就开始巡视工人收割蔬菜，从早忙到晚，大小事都毫不放松。去新加坡的蔬菜都比较严格啊，所以我们从中学习到那些农药的残留啊，都会跟着你们新加坡政府的规格走了。从新加坡这个规格，我们也变到我们的农产品送去国外啊，都没有问题了。谢刚杰每天都需要来往金马伦和罗金高原之间。在金马伦农场，他除了需要督促蔬菜的包装程序，也要确保新鲜的蔬菜能及时顺利地送到新加坡。我们时常上货上得很夜，有时工人放工了，或者单据错了，好像过 custom 啦那些放啊错了，我们半夜要自己做。刚杰从小在金马伦长大，父母是当地花农。高中毕业后，他开始学种菜，22岁创立自家的农场。小孩子的时候，家境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富有啊，然后条件也不好，就回来试看在这边种菜找活了，也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大，也没有想到，就是顺其自然啦。Berapa buang kasih timbang, saya mau potong。务农是体力活，刚杰的父亲其实并不赞同他种菜，而是期待他跟哥哥们一样寻找其他出路。我4个儿子，就是他一个人，唯一一个是很喜欢去器材园哦。就是我也不明白说这么会这样，我们也是鼓励他去读书，他风系读完了，他讲他不要读了，他要去菜园做工了，就没有办法了，就给他种咯。哎，种下，种有半年了，他就自己也大盆啊，他做到的不错咯，我就给他做咯。做到02年，他讲他要开始要来做生意了咯。
我也是很头痛啊，我又怕他失败啊什么啊。创业时因为资本不够，父亲介绍了新加坡的朋友出资给刚杰盖温室，供应蔬菜到新加坡。他由此打开了批发蔬菜的门路。在我在跟新加坡开始做这个批发生意的时候，我听我朋友说生松有意思要从金马伦自己进口蔬菜的时候，我自己就去见他了，我就私下去他公司敲门了。到最后谈成了，然后他就陆续跟我买货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农场也不大了，然后就一直跟着生松的脚步，他要求我们改革啊。不要用手，以前包装菜都是用手包嘛，慢慢他就跟我们说要机器啊，用机器，慢慢我们随着跟他的脚步一起成长了。现在基本都是自己控制生产，然后再包装、再运输了。我们这里处理到新加坡大概24个小时了。为了改进蔬菜生产，刚杰也去过中国、台湾和欧洲考察。如今业务上了轨道，刚杰依然不敢松懈下来。为了照料生意，他和家人都住在金马伦的农场里，而妻子陈丽仪是他的后盾。我老公比较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每一天早上，他会安排楼下的包装，打电话去问一下行情啊。帮他做一点账的东西啊，买卖菜啊，卖菜园的菜啊，安排出货啊。事业上的磨练，加上3个小孩的诞生成长，让42岁的刚杰对人生有更多的领悟。一开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意思啦，是因为要赚点钱呢，也没有想到啦，是基本上巧合，然后。自己从事了这行，慢慢培养自己的兴趣了，然后再去做考察，再把它做好。4个儿子就是这个谢感杰都最少输了，他就是最本领赚钱，就是这样啦。更大的计划也是种多一点安全的蔬菜，回馈社会啦，这样啦。高原的凉爽天气，一桌人围着热腾腾的火锅，吃着从农地新鲜采摘的蔬菜，这是金马伦独有的味觉享受。李德伟在金马伦经营西洋菜园和火锅店，而店里的火锅汤以新鲜采摘的西洋菜做汤底为招牌，并受到食客的欢迎。我们用西洋菜干包来兑那个素的汤，体现出西洋菜的味道出来。配的菜也是一样 ，concept 没有变，都是种到什么菜，今天的收成什么菜就提供你们什么菜。客人来到就吃回我们当天收成的东西。西洋菜口感脆嫩，营养丰富，是华人餐桌上受欢迎的煲汤原料。李德伟的菜园由于地形的关系，是最适合种西洋菜的地方。这个西洋菜谷的原址就是我太爷的地方。太爷以前有种包菜跟西洋菜，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多西洋菜呢？因为地形的问题。金马伦因为山区。在山谷，山上的水会急在这里走出来，地下的水，包菜太过水分太多，它种不成，所以就适应这里的地方，就慢慢改成西洋菜。西洋菜它是不是很多挑战呢？不是，因为你的地方好，你有好的水源，你好的天气，基本上它就是懒人的菜。德伟来自菜农家族，如今已是第4代。坐落在山谷的这间火锅店是由母亲开始的。
火锅店是第4代，就是我们这一代开始的。就新路刚刚金马仑的新路通车的时候，因为很多旅客从不一样的地方上来，有商机了，就有这个念头。有这样的 concept， 因为妈妈很好客，有很多朋友下来，大家讲，这样就在这里喝茶，就请他喝西洋菜茶，就从一个小小的 cafe 开始，然后就一直到我们就转成餐厅。可以的，因为这个新路开了，很多新加坡的客人很 adventure， 他自驾游选择来金马仑高原，因为很多是没有来过，那时就开始有跟新加坡的客人有接触。德伟的火锅依旧使用传统的炭烧，而形状也有所不同，这其中有着生活的智慧。在西洋菜骨这里都不可以用其他的燃料，原因是风太大。如果我们用跟外面的一样用火用 gas 的话，它的风吹那个火会灭掉。这个炭烧火锅本身传统里面用炭的，所以它的炭就放在这个part中间这个 part 的里面。我们降长的原因是给它的炭火比较均匀一点。我们煮的时候，它的火力会比较猛。如果没有这个，第一，它的烟会比较难散去；第二，你有这个，它就火力会比较平均，煮的东西会比较好。像这样的火锅，其实已成为金马仑的特色之一，受到旅客的欢迎。而在金马仑的碧兰章区，更是火锅店林立。一到用餐时间，店里都挤满了食客。我们这边有时常会遇到新加坡的顾客，包括我们的同学啊，有些过去新加坡发展了啊，他会带他家人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现在是新加坡假期了啊，这样，因为很容易啊，那个车牌一看就懂了。这家火锅店是由一群菜农所经营的，食材来自他们自家耕种的有机蔬菜，汤底则是用大豆汤和鸡汤。火锅店最有趣的是哦，没有人看好，包括我们自己也不看好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农夫不是开火锅店的料没有人是厨师，然后是抱住一个就是觉得。哎，反正你试一试也不会死。然后我们最糟糕就是我们的汤，我们都觉得自己煮了都觉得不好喝，非常糟糕。像就遇到贵人呢，有一位我们的同乡从英国回来的，他教我们做汤底啊。刚开始呢，最大的挑战是洗碗。因为你收工的时候，在金马仑嘛又没有装那个暖水的那个热水的洗碗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蹲在那边，那个工具不是很整齐的然后还要蹲在地上去洗碗的，那个蛮冷的所以我们觉得很幸运是我们很有 brotherhood 就是我们的伙伴都可以一起在那个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几位农民靠着彼此的坚定情谊，让火锅店的生意火红了起来。这样我是觉得我跟我的伙伴是很难得的一个缘分我每次都会讲，有今生没有来世就可以做伙伴26年做朋友已经超过30年以上了，这样也是同乡，可以做这个一个行业到今天还没有翻脸叫做很不得了了。店里提供的有机蔬菜是李洪成的火锅店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也相信有机种植能为永续生态尽一份力。有机菜有时是蛮难看一下的，就它比较多虫洞一点。其实我们人类可以在地球再活久一点，你改变环境，环境可以改变食物，食物可以改变人类。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开火锅店其中一个方式它是可以影响别人对食物的看法，因为你会吃了，你讲好吃。
有人喜欢城市，也有人喜欢乡野。喜爱大自然的何婉晶一家人，就在海拔1500公尺的金马仑山林里经营着树屋民宿。我们买这块地其实是想要种菜，不是想要经营 tree house。我们真正的来看了之后，发现它太斜了，放置了1、2年，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我们就偶尔会进来这里。那我们进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会把外面的世界忘记掉，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就延伸出建树屋的概念。创立至今已有10年的树屋，也因这独特的风貌，吸引了不少国内和海外很多爱好大自然者的前来。他们为了让民宿能够更好地融入森林环境，选择建造原住民的传统屋，并请了10名原住民把屋子建出来。客人他们有时候这一路的颠簸进来，再走上来，就是还要爬一段路走上来之后，他们之前有一些不满，还是一些烦恼，还是一些 complain， 好像都不重要了。那些事情，这里好像有这种品质，是可以让人休息的。树屋也为来这里的旅客提供1日3餐，食材多是由他们的农地所生产的。客人在这里吃的，只要我们有生产的，都是从我们的农场，就是有机食材。来我们的树屋吃过我们的菜，觉得做我们的菜那么好吃，就回去会订购我们的菜这样。两夫妻的农场坐落在毗邻金马仑的罗金高原。2006年，他们以生产健康的食材为出发点，创立了以活力农耕种植的和平农场。我们去了澳洲，在澳洲看到了 biodynamic 的种植法。就是要培养出有活力的土壤，就是里面充满了菌啊、蚯蚓啊这些，让我们的植物看起来都长得很壮，在一个很对的条件底下生长这样。和平农场所生产的蔬菜以菜香季出，根据季节而送出由农场种植的新鲜蔬菜，其中也有来自新加坡的订单。我之前其实是不太想卖菜到新加坡，新加坡客人非常挑剔，所以我可能觉得外表不太漂亮啊，还是什么。这样当然很多年以前我们的菜的品质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然而，两人用心经营，提高蔬菜的品质，并积极在国内外举办讲座，大力推广活力农耕。不少新加坡有心人也开始欣赏他们的农地所生产的蔬菜。我们每个月出口到新加坡的菜，大概每个月有100-200箱吧，然后再加上一些水果，可能水果有100公斤。其实这个是看我们的那个生产，因为新加坡最近订的水果是蛮多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供应。何婉晶自小是在农地里长大，小时候就满山野地跑。两人如今育有7个孩子，也都是在农地和山里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取他们的名字，大家都会觉得很特别。当时我大女儿叫于飞，然后其他孩子呢有叫海洋、小河、天空。这些名字其实是我觉得是蛮自由的。自由的成长，自由的长大，找到他们自己人生的任务跟目标。为了孩子自由的童年，他们采用居家学习的方式，并放手让孩子去探索。而他们自家的树屋和菜园都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
小时候就会拿叶子放到河里来，就是当船，或者拿香茅叶、各种叶子种在一起，然后做自己的防蚊药。身体好最重要啦，就是你的体能好、精神好。你要去学什么，可以学很快。不一定要刻苦耐劳来读书来累积，学习使用他们的身体，体会大自然。这样，我们很少跟他们讲太多的道理，只是管一点点生活的激励而已。所以我觉得以后他们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人生啊。从经营有机农场到经营自己的家，田环和婉君在种植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也发现食物和环境对家人有多大的影响。我们除了自己活得好，不断学习，让我们的农场做得更好，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得到。事实上，我们也觉得，这个方法，我们做的方法，还有我们吃这些食物，都不断的在滋养我们，让我们可以提升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影响力，就越来越在这个世界上扩散开来，这个世界就更好。